陈岩巨渊矿场丰富，抱抱团会来这偷矿，丘丘人也不例外，甚至还会拿石头来砸矿。这多麻烦呀！让我来帮帮你吧。这矿都给你挖好了，怎么都不拿呀？他奶奶的，不拿是吧？都没地方装是吧？不拿，那我给你们收下了。爱游戏爱生活，原生人质的欢乐多。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星魂啊。本期视频由以下小我们的舰长充电赞助播出。好久没有更新了，刚好看看这2版本我又错过了哪些细节。音乐弹幕走起来，让我们直接开始。迟来的百人一窺彩蛋，百人一窺活动里面的关卡标题格式出自《圣斗士星矢》，都是这种格式。燃烧宝的小胡天是圣斗士经典台词，燃烧宝的小宇宙逆境一人 vs 世界，一个人打世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啾啾里面陈太郎一个人打迪奥的替身世界。雷雨天伤员在雷电将军语音里面曾经提到过，这个出自日本传说，雷神的领地里面有个名为伤员的地方不会落雷，所以在雨天默念伤员能避免被雷劈。至于真的假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试。也有人和我说这是出自《悠游白书》，里面主角团有个角色就叫伤员，这个涉及我的知识盲区了，只是提一嘴。激斗天马与白鸟出自《圣斗士星矢》漫画第2卷标题激斗天马与天龙，不过这里换成了白鸟，天马指的是天马座圣斗士星矢，白鸟指的是白鸟座圣斗士冰河。简介里面有一句，现在的愚人众真的很卑鄙，这又是刃牙梗，现在的你很卑鄙。小说样稿，毛气一庆说要写小说，活动期间他的样稿曾放到了八重塔那里，里面也有一些梗，隔壁 UP 秋人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新版本的改动，一些角色的所属地进行了细分，比如申鹤、重云、星岩、烟飞。其实我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版本更新的，因为我翻遍了更新日志，好像没有提到这个，也找不到历史版本作为对照。设置里面增加了调整亮度，建议再把屏幕亮度也调低，体验一下真正黑的一匹的陈岩巨渊。离岛山城近滩的店铺可以买珊瑚珍珠和鳗肉，有需要的可以去看看。给秦、莫娜、安博、罗莎莉亚换贤弟一专会触发语音了，应该是每个人有3句。母亲的教诲铭记于心，以古恩希尔德家族之名拥护蒙德，不可懈怠。好不容易买的新衣服，得省着点穿，以此衣着呼应瑰丽新天，此即命定之刻。一起来训练吧！侦察骑士安博以100%的活力前来报道，该出发了，不要被我甩远了。像修女一样出行，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我选择的生活，将昨日踏在脚下吧。肯局跟我说古银龙系做了调整，让我找找有什么不同。好像是加了2块肩甲，其他我也没看出来区别。策划这么做一定有什么深意。陈岩巨渊的细节，以下内容涉及主线剧情剧透，不想被剧透的请跳转到以下时间点。陈岩巨渊主线会遇到即将老死的丘丘人，在任务结束后一段时间，回到他们曾经待过的地方，他们已经消失，我们能够拿到他们遗留下来的面具。陈岩巨渊主线，哥哥和妹妹面对因提瓦特的花对话区别。这也是我妹妹头上的花，这种花自我苏醒，便戴在我的头上。在跨越时间的影像中，哥哥对妹妹喊的是银，妹妹对哥哥喊的是哥哥。哥哥，陈岩巨渊的自律机关一记巨蛇，把地下给钻的到处都是洞，大概率是参考了现实中的一种钻地蛇，也喜欢到处钻洞，长期生活在地下，不过性情比较温和，遇到危险只会分泌一些臭味的刺鼻分泌物。不过咱重点不是他，从一记巨蛇上方钻出的洞向上爬，会触发派蒙对话，派蒙试图阻止我们向上追逐光明，但咱偏不听，结果爬上去发现其实这啥也没有啊，根本没有直通地面的山洞。不过作为提瓦特 bug 鉴赏家，帮米哈游发掘一些地图 bug 自然不在话下。在无名遗迹附近的一个小洞上去，可以直通陈岩巨渊之上，只见万里无云，满天繁星。原来陈岩巨渊上来是施甲之天。陈岩巨渊有高空走钢丝的需求，我觉得对于手机端或者手上的还是挺难的，用爪右神里莫纳还是可以安稳度过，但也得考虑一下没有的玩家们。不过只需要一个弓箭手开着瞄准走，分分钟解决战斗。陈岩巨渊岩中幽谷副本门口那块古老的石碑上有前人留下的诗句，其中有一句举身赴国难，无私共悬回，改编自曹植的白马篇，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陈岩巨渊中我们会拿到一张模糊不清的信件，每个人只能看到其中一行，找12张不同的可以拼凑出完整的，加上隔壁语送员进行了一波翻译，大概是改编自卡图卢斯的诗。
对于具体内容感兴趣的可以去宇智人的专栏看看。同样还需要收集到有这些发光文字，一共9行。这里的文字在原先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加密，需要对照转码表以还原提瓦特文字。陈岩剧院有一些有名字的暗色空壳，它们出自一部电影《第13位勇士》。这部电影改编自迈克尔·克莱顿的小说《食尸者》，这些暗色空壳的名字就取自其中的13位勇士。加上哈夫丹，我们能找到10位有名字的勇士，其中3位并没有显露名字，但的确存在。大部分人的名字都是对应电影中的人名，除了 Circle。同样具体可以去看松仁的专栏，因为很多内容很复杂，我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我只是个给他引流的工具人，给感兴趣的朋友们指一条路。陈岩剧院开图任务中，穆宁说的吃蘑菇蒸鸡的水手，捏塔的吃菠菜蒸鸡的大力水手，以及吃蘑菇变大的马里奥，一句话穿插2角色，妈的绝了！陈岩剧院找戒指任务兑换捏塔指环王。志琼说的卢比孔河也是现实中存在的河流。卢比孔河曾经是罗马共和国本土跟罗马的殖民地山南高卢地区的分界线，在外征战的军官是不能带兵跨过这条河踏入罗马本土，否则被视为叛逆。当时的罗马共和国贵族与平民关系严重失衡，整个社会阶层极度不稳定，需要一场大的变革。而凯撒就渡过卢比孔河进军罗马，并夺取了罗马最高权力，将罗马从共和国转向帝国，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渡过卢比孔河就有了破釜沉舟的意思。放在剧情中，志琼大概也是抱着很大的决心，完成一场恢宏的大冒险，谱写属于自己的冒险史诗。陈岩剧院地下的仙灵台座，跟我之前说过的渊夏宫仙灵台座一样，大多是干净完整的。渊夏宫常年不开放，陈岩剧院也算是人迹罕至，而且没有什么自然风化，还是保养的好啊。陈岩剧院大多发光的水晶矿有多倍产出，但还是有普通的水晶矿的，不过也并不影响除大地挖矿的热情。陈岩剧院补充能量的这个我也不知道叫啥的玩意儿，里面是小鱼还是什么的小生物，有小翅膀会飞呢，扑扇扑扇的老可爱了。陈岩剧院的浮游水驯兽可以说是目前最可爱的怪物了，有多可爱呢？会把自己淹死。戳它一下还很 Q 弹，最想吐槽的就是为什么是魔物啊？为什么不能招成个湖养起来？这个真的萌得我在床上翻跟斗，而且秀如其名，长得像个蓝色小蘑菇。驯就是能长成蘑菇的一类真菌，自然界中的确也存在水驯兽模乃小蘑菇，是澳大利亚真菌摄影师我不会念发现的。他当时说这个蘑菇还没有命名，但现在我也没在国内查到相关资料。陈岩剧院地下矿区营地会放着一只小团雀，用于检测矿洞内是否有危险气体，是否安全。团雀也被称为笼中雀，因为很容易辨识它们的健康状况。这也是现实中存在的操作，因为矿洞中可能存在一些人类无法察觉的危险气体，多为瓦斯气体，而金丝雀对于这些危险气体很敏感，所以早期矿工下矿前会先把装在笼子里的金丝雀放下矿洞，根据金丝雀的状态来确保下面可安全呼吸。在下矿工作中也会注意金丝雀的状态，以及时判断危险。矿井中的金丝雀也成了英文俗语，大概意为一种警示。不过不用担心，现在已经有更专业的设备用于检测危险气体，不会再有金丝雀被拿去当生物报警器了。同样，下矿的矿工们都戴着安全帽，和之前重建群玉阁一样，很注重安全嘛。在陈岩剧院很多地方能找到一些古代千岩军的遗物，比如千岩牢固的将帅兜鍪与千岩长枪。在漆黑灾厄降临之时，无名夜叉与千岩军在此血战，为离越百姓筑起血肉长城，最终夜叉下落不明，千岩军士们则缠绵于峭岩山壁之间，或是战争中幸存的袍泽，亦或是再次踏足陈岩剧院的百姓，为这些战死沙场的千岩军们立起衣冠冢，以悼念英灵。如今数百年过去，这些衣冠冢周围大多伴随着草木丰茂，矿石遍及，一如现在的璃月一般富饶。如今国家的繁荣富强，就是对这些抵抗侵略者而牺牲的将士们最好的告慰。这甚是如你们所愿。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正片内容了，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麻烦动动手指让我看到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一定要记得3连并关注我这个很细的 UP， 带你长奇怪知识，一起快乐原神。最后感谢你陪伴的时间，期待下一次更好的相见。